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熟悉我的朋友都清楚啊，石头一直以来都到山里面去拍一些闲置的老房子分享给大家。那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主人家只要1万块钱就可以给它卖掉了。因为这栋房子啊闲置了多年，已经没人在这边居住了，留着呢也是太可惜了。我们是昨天上午从湘西那边出发来到武冈这里的，我和我的岳母2个人开车过来的。这边呢有个亲戚过世了，我们要在这边吃酒，估计会停留几天。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啊，当地的老乡他们就告诉我，距离我们吃酒不远处啊有2栋闲置的房屋，长时间没人居住。然后呢，主人家通过电话和我交谈，他说啊，房子空着太可惜了。这边啊是挺偏僻的，距离县城将近有25公里，距离镇上啊有7、8公里左右。这栋房子啊最大的问题，我发觉不通车。我的车呢就停在尽头的前方，在这边啊还看不到马路，然后沿着尽头前方的这条小路一路走进来的。这边我发现啊和湘西那边还是有所区别的，山里面好像没什么松树，大部分都是柏树。然后房子呢就在尽头的前方，沿着这条小路走进去。估计啊下雨天还不太好走。目视一下，那边是有2栋房子，其中的一栋啊瓦片破损的非常严重。这边距离主路啊将近有400米左右。如果买一些比较重的物品啊，都是要靠着人工这样子沿着小路搬进去的。独门独院的房子，门口呢有些田地，不知道这边开春了之后有没有水。如果有水的话是可以种稻谷的，如果没有水呢，只能种些玉米啊、油菜之类的了。武冈这边啊，今天早上还是挺冷的，早早的我看了稻田里面都结了厚厚的冰。我们湘西那边啊，这几天也温度降低了，也比较冷，非常的奇怪啊。去年冬天，也就是过年之前，一场雪都没有下。以前呢，我们湘西基本上年前都会下2到3场雪呢。现在天气变化真的非常大。然后开春了之后，也不知道这个气温啊会持续的走高还是会降低呢。房子啊就在尽头的前方，这2栋房子啊坐北朝南，视野还是挺开阔的。门前呢很多土地，这边是当地老百姓种的油菜，马上也要开花了。弯弯曲曲的小路，特别有那种回家的感觉。外面的这些土地有一部分是他们家的，还挺宽的。这边啊就差一条路了，要是有条公路能把车开进来就好了。他告诉我说，他们家的房子应该要破烂一些，因为出去的时间比较早，所以我猜想应该是最前面的这栋房子，屋顶上的瓦片啊损坏的非常严重。3开间的砖房，然后门口的位置他说有一处小小的坑，也就是以前养鱼的地方，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了。里面有些水草，然后还有点水，以前应该就是养鱼的位置。我在想啊，这样的水草里面会不会有泥鳅或者黄鳝啊？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以前这边是他们家的一个杂物间，也是厨房之类的，现在已经倒塌了，只剩一些砖墙依稀可见。门口的位置啊有石头垒砌的矮墙。看这边有条小路，然后那边还有栋房子，那栋房子呢也是闲置房。下个视频啊带大家仔细去看一下。这边啊有一大片的竹林，都是楠竹，过段时间啊就长笋子了。还是老规矩，每次看房啊我们都看一下房子外面的环境，
看这边的石头坎啊，还挺高，将近2米左右。沿着这边走过去，就到房子的院坝了。红砖结构，整体房屋的墙面看起来还不错，就是屋顶上的瓦片啊，损坏的非常非常严重，几乎啊整个屋顶全部都烂掉了。然后门口的位置啊，长满了杂草，长时间没有住人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。然后这边呢是他们家的刚才我说的厨房的所在地。1万块钱的房子究竟长什么样呢？现在我们就近距离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房子因为背靠着大山，背后呢是竹林，所以不存在有泥石流的现象。背后的土坎呢也不高。然后这边啊，以前是他们家的猪圈，上面的瓦片全都已经看不到了。然后屋顶上的领子瓦条全部都烂掉了，瓦片都没有了。竹子呢估计也长到了房子里面。哇，这个猪圈啊还挺宽的。这边就是柱栏的位置，然后背后呢也是石头山。其实这栋房子的排水啊，应该还是比较好，容易清理出来的。这边也是长满了杂草，实在走不进去啊。这个是该檐的位置，这边建房和湘西那边还是有所区别的。该檐的位置呢，都喜欢放上几根立柱，然后把瓦片盖出来一点，整个该檐呢也是一个活动的空间。然后那边是留了一道门，这里呢也有一道门，可以这样子来回的走动。看农村里面啊，就地取材，这样的一个石缸是石头给它凿出来的，里面呢蓄水。看这上面好厚的冰吧，所以说今天早上非常的冷。哦哟，这栋房子整体的情况要好一点点，价格呢稍微贵一点点。我觉得这2栋房子都挺不错的，然后加上最那边的房子，这边总共有3栋房子，我觉得可以结伴同行，在这边住上2、3家，在这里养老挺好的。我们来这边看一下，这里啊以前也是他们家的杂物间、厨房。我发现啊，这边的墙面都是用那种泥土做的砖给它建的房子，所以屋顶上的瓦片坏掉了之后啊，这些泥土啊被雨水这样子冲刷，时间久啊，慢慢的就散掉了。但是房屋的建筑啊依稀可见，这边将近有7到80个平方左右，也是挺宽的。我觉得这样的一栋砖房子，相比于去年我们在清水江边改造的房子，我觉得结构好像更好一些。这个房子的改造难度好像更小一些，基本上主体是没什么问题，换掉屋顶上的瓦片，然后有些地方给它维修修缮一下，基本上难度啊不算太大，比重建一栋房子应该要简单了许多。因为担心屋顶上的瓦片随时可能会掉下来，所以呢就不进去看每个房间的情况了，估计也就差不多吧。3开间的房子呢，中间都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每个房间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将近有25个平方左右的一个使用面积，楼层高度都挺高的，
基本上从中间啊加上领子，2楼呢完全都是可以给它利用起来的。朋友们啊，那你们觉得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只要1万块钱，换作是你愿意给它买下来，在这边修缮，然后养老吗？其实在这里啊，石头也想给大家提一下个人的一个建议。这栋房子的价格虽然很便宜，但是如果给这栋房子修缮的话，估计啊10个 W 以上吧，大家要慎重的去考虑好哦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啊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